就在近几日，美国再次公布了对乌克兰的第43批军事援助。而在这次众多援助武器清单中呢，有一则消息让人比较在意，即美国有可能援乌 M110式203毫米榴弹炮。好家伙，这是准备把俄军给炸上天呐！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该榴弹炮真的有那么强吗？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就在7月25号，美国再次援乌总价值约4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这件事情呢，各位应该都知道。那么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这批援助清单中不仅包括了用于海马斯火箭炮的 NASAMS 防空系统的弹药，数量不明的榴弹炮炮弹和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标枪反坦克导弹等等，还包含了32辆斯特莱克装甲车、工程装备、迫击炮、九头蛇火箭弹以及2800万发轻武器的弹药。不得不说，美国对乌克兰是真的支持。自从俄乌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已经陆续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约4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比其他国家援乌的总和还要多。那么在近期呢，又有消息传出，虽然此前美国已经援助了众多集束弹药，对前线俄军部队造成了很大的杀伤，但依然感觉援助力度还不够。目前正在打算援乌 M110式203毫米自行榴弹炮。该消息呢也不算是毫无依据，因为此前就一直有消息传出，乌军正在使用 2S7式203毫米自行榴弹炮，发射美制的203毫米炮弹，而且有照片和视频证明。在海湾战争后，由于冷战结束，当时美军退役了所有的 M110榴弹炮及其弹药，之前呢一直也没能想起来，直到今年初美军检查各军事基地后勤仓库时，才发现还库存着有86万发203毫米高爆弹和55万发203毫米集束炮弹，以及大量封存的 M110榴弹火炮，于是便立马援乌了一批203毫米弹药。想来 M110大概也会援乌。那么该榴弹炮有多强呢？首先 M110的研发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呢，美军根据二战以及朝鲜战争的经验，认为即使是重型自行火炮也要能空运。为此，美军对研制新型重型自行榴弹炮提出了新的要求：火炮要能空运，占领和撤出阵地要快，部件通用化程度高。于是，在经过数年研制后 ，M110最终在1961年进入美陆军服役，成为了二战以后口径最大的一款美制自行榴弹炮。那么在设计上呢 ，M110自行榴弹炮采用了专门的设计的底盘，车长6.46米，车宽3.15米，极限速度约为55公里每小时，作战范围523公里。在使用火箭助推弹药时，最远射程高达29.1公里，与 M109榴弹炮是在同一个水平。设计上呢，由于它没有炮塔，整车呢由火炮及底盘两大部分组成，所以也有人称它为M110型203毫米自行炮架。其优点呢是结构简单，便于减轻全车的重量。整个炮班由13名成员组成，其中5名成员在 M110车上，其余成员呢是坐在 M548履带式弹药运输车上。另外，该榴弹炮的车体为铝合金装甲全焊接结构，驾驶室位于车体的左前部，驾驶员配有3具潜望镜，而变速箱则位于车体前部右侧，其后是发动机。车体的后部为炮架和火炮，没有炮塔。车体的最后左侧装有装填机，在车体后部下方装有大型柱橱，可以在射击时放下，以便吸收射击时产生的后座能量。而大家最关心的武器方面呢 ，M110采用的一门 M2A2 式203毫米榴弹炮，火炮的方向射界为正负30度，高低射界为负2到正65度。火炮的操纵采用了液压动力，就算紧急时也可以手动操纵。炮管寿命为7500发，相比起坦克炮来说呢，提高了整整10倍。另外 ，M110的装填机由输弹机和装填机组成，采用液压动力操纵。其中呢，输弹机有2个输弹臂，可垂直的将放于车辆左侧或者后方地面上的弹丸吊起，然后送至装填滑轨。之后，弹丸沿着滑轨至炮尾装填位置。接着再由装填机上的推弹杆推弹入膛，而发射装药则由人工装填，最大发射速度为2发每分，持续发射速度为0.5发每分。考虑到其203毫米炮弹，这射速呢也算不低了。
在上世纪呢，一般情况下 M110的弹药基数为60发榴弹和12发核炮弹，其中呢装在车上的只有2发炮弹，其余的则全部装在了 M548弹药运载车上。所用的弹种呢包括了榴弹、化学弹、核炮弹等等。当然，核炮弹肯定是不会原污的，而普通炮弹的整体重量约为100公斤，最大射程为16.8公里。其中呢，榴弹的最大密集杀伤面积为1296平方米，相当于3个标准篮球场的大小，这可比155毫米炮弹强多了。在冷战时期呢 ，M110被广泛部署在美国、欧洲和韩国等地，作为反击苏联军队进攻的主要武器之一，还参加了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等多个战役，并在实际战斗中有着极为优秀的表现。只不过后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战争形态的变化 ，M110才逐渐过时，无法满足美陆军对现代战争的需求，最终在1990年代末期被逐渐淘汰。但就算这样，对于乌军来说呢，用来打击俄军完全够用了。首先，这次美国之所以决定援乌 M110，应该还是因为在俄乌战争中，火炮确实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要知道，截止至今，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近500天，一些现代战争的新特征也表现了出来，甚至出现了很多与大家过去认知相矛盾的地方。就比如说有关于双方无人机的应用，在战争爆发之前，估计谁也没想到小型商用无人机居然能发挥出那么大的作用。其实啊，这也不奇怪，因为俄乌战争本就是一场混合战争，算是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一场全方位角力。而除了无人机的应用之外，另一个就是有关于火炮的应用。在这次战争爆发前的许多年时间内呢，现代战争本质是炮战这句话曾被很多媒体军迷大肆批评，就好像是谁信了谁就是不懂军事。而造成这种观点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受到了1991年海湾战争的影响，导致大多数人对于现代战争的认知和理解基本都停留在了当时远程精确打击、外科手术式打击、斩首行动、电磁战争等高大上的概念中。也确实，以上这些呢，算是现代战争的主要特征，至今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啊，那就是炮兵依然是陆战之王。从俄乌战争的实际情况就能看出，以俄军为例，虽然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俄军使用了大量精确制导弹药，从开战的第1天起，几乎每天都在用海基的口径巡航导弹、空基的 KH-101巡航导弹、陆基的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对乌军的重要指挥中枢、弹药库、训练基地、交通枢纽、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也确实让乌军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但这些打击并没有直接摧毁乌军的战斗能力。从马里乌波尔战役到波帕斯纳亚战役，从阿瓦迪夫卡围城战到北顿涅茨克围城战，从夺取利曼到夺取克里米纳，战争初期俄军所有取得的重大胜利，除了装甲机动部队的优势外，核心就在于重炮的优势。每当战役无法打开局面时，俄军就会搬出重型火炮对乌军进行轰击，以炮击的重锤打开前进的通道。目前有相关的数据显示，在俄乌战争中，大部分被摧毁的乌军目标基本都是火炮造成的。就比如说，在马里乌波尔攻城战中，就是因为 2S4 郁金香重型迫击炮、2S7 芍药203毫米自行榴弹炮、2S19 自行榴弹炮、龙卷风远程火箭炮以及 BM21 冰雹火箭炮的登场，才让一些人相信俄军能够取得胜利。当时也确实是提振了俄军的士气。虽然说后面表现不怎么样。另外呢，在乌克兰多城镇、多居民点的战场中，重炮这种面杀伤武器也可以让对手被迫躲进坚固的工事里，从而为部队推进和包围敌人创造条件。否则敌人满世界都是，难道使用巡航导弹进行点名吗？而在对付坚固的防御工事时，也可以用重炮反复离地，让敌人无法组织其有效的抵抗和作战，就像早期俄军围攻亚速钢铁厂那样。也正是因为看到了重炮的重要性，后来呢，俄军才从库存的武器中呢，重新启用了苏联时期留下的 2A65 型152毫米牵引式榴弹炮，并且开始大量使用已经开始退役的 2S3 自行榴弹炮。后来在顿巴斯战场上，俄军更是改变了作战策略，以炮兵的火力封锁和压制，完成对乌军的战场分割、火力包围，通过长期炮击消耗乌军战斗力后，再发起进攻，起到很大的效果，进一步加快了战斗进程。
因此，在俄乌战争中，有关于炮兵的威力和影响，大兵这里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当友军需要攻克一个连绵的堡垒群，如果使用巡航导弹、无人机这类的远程精确打击武器，那么顶多一发导弹摧毁一个或者多个预定目标，无法对其他的大片目标持续存在的敌军兵力做到及时的、随时的打击。只有身处前线的深管火炮才能为一线部队提供持续不断、及时的火力支持，随叫随到的火力也只有火炮能够提供。毕竟那些巡航导弹、无人机原本的主旨就是用来打击标定好的目标，但战场前线对火力的需要是持续不断的，因此想要持久压制敌人，还得是火炮。只有火炮能在部队前进时提供徐进火力，在部队突破前提供火力准备，在部队撤退时提供弹幕支持，在野战中提供火炮覆盖，在城市战中摧毁坚固堡垒，这些都是巡航导弹所无法提供的，战机也不能。也正是因为看中了这一点，在去年中旬，乌克兰才开始广泛从北约寻求火炮支援。后来，美元的 M777式155毫米牵引式榴弹炮也确实对乌军起到了很大的帮助。随后，法国也提供了凯撒卡车炮，斯洛伐克提供了达纳自行火炮，荷兰、波兰等国也都开始向乌克兰提供火炮。在尝到了甜头之后呢，乌军便开始向北约寻求远程多管火箭炮的支援。当时乌外长直接宣称，远程火箭炮是俄乌战场上的关键装备，它可以改变游戏。后续美元的 M142海马斯，其战果就不用大兵多说了吧。因此，不管你认为火炮土还是火炮笨，在现代战争中，火炮依然是步兵最信赖的火力支援。另外，在开战初期呢，乌军重炮旅就曾使用203毫米榴弹炮轰击基辅安东诺夫机场，成功击杀了降入该机场的1000多名俄伞兵，而那时呢，乌军才10多门203重炮。此外，如果这次 M110能够援乌的话，那么对于巴赫穆特城内的俄军来说，那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到时乌军完全能借由该榴弹炮强大的火力，轰开之前155毫米弹药打不开的防御工事。如果将巴赫穆特比喻成一个箭靶，乌军就可以从最外围开始，先用无人机侦察俄军的位置，将俄军的位置传输给后方指挥所，然后用 M110定点轰杀，最后再让乌军地面部队扫清残余俄军，如此往复就能一步步地压缩城内俄军的生存空间，直至最终收复了巴赫穆特。至于会不会出现弹药不足的问题，这一点呢完全不用担心。大兵前面也提到了，美军库存中可是有着近141万发203毫米弹药，那么其中呢更是55万发203毫米集束炮弹，完全够让乌军把巴赫穆特给离一遍了。总结来说呢，如果美国真的能够援乌 M110榴弹炮，必定能对乌军产生极大帮助。毕竟口径就是正义，那些155毫米炮弹无法干掉的目标，对于203毫米炮弹来说是轻而易举。那么大家认为美国会不会援助呢？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一期再见。